这一次，我们跟着 Jet Tour Malaysia 的 Media Drive 一路从吉隆坡出发，前往整嘎路。这次的行程除了试车、跑长途、看风景之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任务，晚上我们要亲手参与海龟放生，回归大自然。从白天在路上奔驰着的 Jet Tour，到晚上来到海边，把一只只的小海龟送回大海的怀抱。所以这一次，我们不只是来试车，我们还要享受一趟离开城市到海边的旅程，到底有多好玩，又可以有多特别。还在去哦。所谓早起鸟被虫吃，今天我们即将参加 Jet Tour 的 Media Drive， 有 T1 还有 T2 的 IDM， 就是所谓的 PHEV 混动版。这次的路程呢是去到登嘉楼，从我们 Bamboo Hill 这里出发呢要360多公里左右。这一次呢的好处就是我们没有做油耗测试的挑战，但是呢最省油那一组有奖品拿啦，但是也不用这样极端啊，我们可以好好这次享受一下 PHEV 的好处，在城市里面，然后在山路，还有它的操控表现。最近呢有去到登嘉路比较多啊，我发觉到我会比较喜欢走登嘉路的路线，因为它真的比较少车，而且路又比较直。相比去 Johor 跟这个 Penang 的话呢，就你会觉得很多交通会阻碍到你的路，你想要加快一点点都没有办法。你们不要走上云顶啊，你跟 Uncle YS 不要乱来啊。Okay, flag off. After you exit into this highway, you gonna keep on the left lane and gonna exit and follow the direction to Genting Highland. Good suspension ah, never goyang ah. Where are you going ah? Apa kita buat fuel challenge yang kampung dia boleh tahan punya. Go by yourself. Oh, this car got tinting. Yeah. The real. Oh yeah, ding ding. Oh, you all don't have. Hey, am I the lead car? We go Genting ah. Wow, no, totally different. No need. Do you remember the Genting Road if you blindfold you? Can. Can, that one can. Is that me? Yeah, I think you clip behind your back lah. Yeah. 帅了。OK， 那我现在呢，我载的这辆是 T2 的 PHEV 版本，他们叫 IDM 啊，我不懂为什么它会叫 IDM。1.5 Turbo， 3档的 DHD， 综合马力300多匹，600多牛顿米的扭力哈。所以这一套的系统呢，我相信是跟之前我试驾的T8 PHEV 是一样的，动力一样的这个系统的 Regen 是现在放到第二档的 Gen， 然后不会讲很吵。没有转速表了啦，因为我们现在是在 PHEV 版本，就可以看到右下角那边有一个kilowatt。Where's the lead car? Yeah, you are lead car. 哈 Lead us to Genting. What the？ 可以 feel 到它换挡的时候，有 feel 到有叫3力摩托的，才会真的发现到它的那个爆发力，才会这样子那种冲出去。它是那种很顺的来，但是它不像电车那种很恐怖，你踩下去。呀，很恐怖了。它有的看那个 drive motor 多少 RPM alternator engine 多少 RPM 嘞。OK 啦，很顺的起步的 ，after that 就我来了。哇，它的力要80以上才真正感觉得到了，哦。你觉得那个top 0到100不是重点，它重点是在后段的时候有它的性格。不过我觉得它的动力是有在，可是就是不会有那种很恐怖的那种感觉。对，然后而且我很喜欢，那时候我驾 T2 哦，它是用很普通的 那个避震器还有 spring 罢了，它不是那种 adaptive 啊 ，CDC 也没有，然后它就很适合我们普通生活驾驶哦，还有我们这面对高速公路还有过弯的表现，它的支撑性是有到位的。我觉得它整体来讲，它用到非常的好，所以我很满意这套的避震器。但是不是每个人会接受这个，可能你们驾惯斗大了啊，驾惯了，可能 Honda 会对他们来讲都硬了的那种，这样你就不适合这种车咯。但是这种的话就适合我了，我又不会晕哦，因为太软的话真的是我会晕的咯。而且我会觉得它的那种碎震很小，那种路面的那种，它会偏舒适性的那种，对派 SUV， 对，这种感觉，它不会
对，highway 这样那种硬的，但我真的是在做Hilux啊，做那种那种真的是硬派的那种 SUV 那种越野车或4x4这样子那种感觉。之前我对 T2 的汽油版的印象就是它的方向盘偏过于轻，所以我一上车我就调去 Sport 了，所以那时候会感觉到比较适合这辆车角色，就是硬派的车嘛的样子嘛，你就给我硬派的那个方向盘哦，所以我就觉得Sport 我会比较喜欢。刚刚我这样子轻轻踩哦，它其实毫无压力，还有它的发动机还有电池的辅助下，所以很轻松，这样子轻轻踩吧。所以一家大小去Karak Highway或者是去云顶完全没有问题的啦。Let's do some corners. Corners. Not bad 吧？Are you okay, brother? OK 啊 ，OK 哦，哦，对 ，body roll 没有很强哦。等下它会变暗呢，细腻吗？at least 不是那个炸ayam哦，冰。element 做好嘞 ，damn good 嘞。还没有被其他媒体去参过。我59% 了，它找机会一直冲哦。如果你可能加到60 km/h 以下，最省油的状态的时候，它就走电，然后再把那个引擎把它充电这样子。总之它的电是不会掉到0%啊。现在我的引擎是有在2500转的，可是它就很安静那种，没有那种you know 有些车。PHEV 车在高速公路是走引擎嘛，声浪就很大声哦，会影响到你的驾驶体验哦。隔音是很重要的，就是在高速上面。它隔风真的不错。这样高的车跟这样的体型，通常的隔音都是很差的。再来哦。这力后面才来的哦。它要进到2号档，要注意到超过这。我们到了关丹，我们靠海哦，进来套里面就走一下，调回去8.4。哦，对哦，套约率比较对，套约率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再去吃饭了。吃饱了之后啊，其实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开车那个人，所以等一下是谁开车呢？肯定是来燕呐，对吧？是时候回去Kuala Terengganu。那我们刚刚查了这个 ChatGPT 哦，是平均油耗 PHEV 应该是要在9 L/km， 这是正常的，所以那官方都给到这样的油耗。这样我们做到已经是很正常的事情啦。然后我们现在在这种乡村小道的时候啊，最省电还是我们的 PHEV， 最省油省电。我很喜欢它的过磅嘞，我很喜欢嘞，它不会太软，那个车一过了它不会左右晃动，然后前轮哦着地的时候那个下压力是不会再弹2下那种感觉，特别的爽。试一个corner啊，你会感觉到你的身体哦。还在坐那个椅子上面，不会被抛出去的感觉。椅子的包覆性很好，也很好。然后加上 everything is alright， 就是它的车身的稳定性还有刚性。中国车啊的刚性哦，讲真的啦，100千左右的这种预算啊，它比起很多日本车的这个其实是好很多哦，很硬啊。这个我敢打包票，因为你是做 body and paint。对，我最近就是有做到 Cherry J-Cool 的车，这种所谓的中国车。真的，我这个一说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它，就是硬。这种小路真的蛮好开的。刚刚出highway之前那种乡村小道啊，路有一点不平都好啊，这种车完全就是没有问题的，超爱的。可以换一下声音了。
前面是哪里哦？没事，这个东西真的，我这个角度就看到了。只是它突然间的某一个角度啊，还是拿个东西包着它哦。哇的很clean。哇，我要再慢一点点了，毕竟还是高车。还是有点那个我现在80过完呢。侧倾感。80过完呢。我们试一下 top speed 啊 ，top speed。应该180不了，我觉得这种车。还在去哦。哇，没有 speed cut 的哦，好像。Yeah man， 那时候我们去瓜拉登嘎路东棍啊，要去天鹅岛潜水的时候也是走同样的路，也是这样直直长长的。你看我跑这样的速度，完全就是没有感觉的嘛，就是太空了那条马路，而且路况又好，所以还没有给你感觉到很快。我就觉得我在 cruising 罢了喂，所以这条路真的少车，好走好走，比起Johor跟Penang好太多了。所以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要去潜水的朋友们，你驾这种车，又可以载东西，又可以载人，又舒服哦，所以你很快就到那个目的地了。那我们还有36分钟到我们的酒店。哇，这个好像国外嘞！哦，哇啦，有石头的地方，好像可以拍 off road 了。有一种来到好像去到那种。国外那种有一种国外感觉，有暗花明又一村那种。好像美国啊，突然有猴子，小猴子 ，baby 猴子出现那个建筑这样感觉。有暗花明又一村，何时再来第二春？我们是坐海边的。问你是不是在放松？就问你服不服？啊，然后这个车就很适合现在的那个什么啦。打一下。哦，我们到了。可以在后面。We reach car number 15 reach。T2有人到了哦。哦，几多？3辆。我是第4辆，第3辆。嘿嘿嘿，看到没有 ？Range 还有411公里，我已经走了343.6公里，用了1/4的油。看到很好看。去拍一下，哇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战车，捷车 T2 PHEV， 现在是没有走油啦，走了电的时候。我们的油盖跟电盖都没有开过哦。我的 back， 看一下那个房卡很特别嘞，有海龟的嘞。等下我们要去看海龟放生啦。这边就有海龟，打开一下风扇、冷气哈。全部打开先。当然啦，是了，有点年龄了啦，可是还是挺豪华的。我觉得当年的年代哦，这样子的设计是挺高级的，对吧？还有一个浴缸，以前是比较挺流行浴缸的，不知道为啥。冲凉啦，厕所啦。OK。我的床双人床，又是一个人睡啦。那我现在放一点东西，我现在下去做工了，去 review 一下 T2 的 PHEV。Alright, let's go.
首先快速跟你们讲一下呢 J-Tour T2 的 PHEV 版本跟它的汽油版本的外观到底跟汽油版有什么不一样的。基本上呢，它的前保杆啊、尾灯啊，全部长得一模一样的，除了后面呢多了一个 IMD 的 logo， 车侧也多了一个 PHEV 的 logo， 轮圈也比汽油版大了一点的。这个是配搭这个20寸哦，汽油版19寸嘛。这个轮胎的尺寸为255/55R20寸，用着 GT 的 Control P10的轮胎，前后的轮胎尺寸都一模一样的。我觉得这个轮圈挺好看的，它中间呢好像一个大力纳这样子，很好看。前为双活塞刹车卡钳，后为单活塞，前麦花臣，后多连杆，那设置跟汽油版简直是一模一样。我开高速上来的话，感觉到这辆车的车身重量是稍微跟汽油版有一点不一样。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电池在下面，这个电池呢不大的，18.4 kWh， 它比 Chery 的 Tiggo 7还有 Tiggo 8的 PHEV 大了0.1 kWh 的容量。这具引擎呢也是1.5公升的 Dedicated Hybrid Engine， 涡轮增压的4缸引擎来的，再配搭2颗电动马达，还有这个电箱，所以产生最高的马力363匹，还有610个牛顿米的扭力啊。综合油耗大概9 L/100 km 左右啦。我们这样一路上下来，在高速公路维持在120到140左右，有时候去到160。以这辆车底盘还有舒适性啊，你会不知不觉把这辆车开得非常的快的啊。因为它是插电式的混动嘛，所以它左右都有油盖还有充电盖。可是现在已经粘起来了，我们就不要打开了。我们证明什么？可以一桶油来回瓜拉登安路是没有问题的。这台车的外观讲完了，如果你们也想看我 T2 汽油版的沃尔让 review， 你们可以去看看。我还有架过上云顶啊，表现还不错的。我很喜欢它的开门的方式，空间也足够，而且它的内部也是非常的大，空间完全都是平完的，椅背也是可以做倾倒，6/4倾倒，而且还有2段式的调节。冷气出风口、USB 接口、Type C 接口，还有一个大天窗。内饰方面呢，跟汽油版有什么不一样？第一个就是它的中间饰板呢，是类似像地图这样，终于有气氛灯啦，还有挡挂有水晶式的。虽然它是2颗摩托，但只有在前置的摩托啦。简单来说，这辆车是没有4轮驱动的，它只有 Eco、Normal、Sport 还有 Snow Mode。所以如果你真正想要在重度越野一点的话，买汽油版会比较划算啦。前面2张都是电动座椅，而且有带记忆座位的，还有就是一些像地图这样处理啊，它的冷气控制啊、出风口啊，全部都在这。仪表也是可以换2种模式的，唯一一个不同就是你看到这里多了一个电池。这里还可以说多少 km， 这里还有一个123它的电能回收的指数，充电呢还是用着油啊，全部都会在这里显示了哈。还有就是可以看到engine 的 RPM 现在多少，因为现在这辆车正在为它充电了，所以这辆车所有的安全配备啊，我都会列在这边给你们看啦，跟汽油版基本上都一样，该有的都有。虽然价钱还没有正式公布，但是官方的预计售价为大概168,888，所以你们觉得会卖多少钱呢？是你会买汽油版还是这个插电式混动版本呢？现在我们要去看海龟，我们看海龟释放，回归大自然。刚刚把小海龟们释放去海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其实它跟我们人一样，我们开着车从一个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一路上会有不同的风景，也会遇到不同的人和事。但对于小海龟来说，它们出生以后也开始自己的旅程。它不知道前面海有多大，也不知道未来会遇到什么。它唯一知道的是，就一直往前走。其实我们的生活也一样，车可以带我们去到很远的地方，但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最后开到哪里去，而是一路上我们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还有留下了什么回忆。所以今天这趟 J-Tour Media Drive 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试车，从吉隆坡一路到登安路，在最后一个晚上把小海龟送入大海，看着它们慢慢消失在我的眼里，突然觉得人生就像一趟旅程，不用一开始就知道终点在哪里，只要方向是对的，就勇敢的一直往前走。在影片的最后，感谢 J-Tour Malaysia， 感谢工作人员们，感谢媒体朋友们，也感谢观看影片的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影片。我是你的爱的人，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拜拜。